如果你被卷进门外有杀人狂的超市中，又发现和你躲在一起的人中有他的同伙，你会怎么办？因为第一次出国留学，闺蜜为了让我了解当地风情，便带着我一同逛超市。然而就在我们精心挑选零食的时候，突然远处传来了一声尖叫，紧接着混乱的人群向我们袭来，我们不知所措地躲避着，但冲撞中闺蜜被撞倒在地，我连忙将闺蜜扶起来，直到我们看到一个满是血迹的女人，才慌不择路地跑了起来。好不容易我们找到了一个人多的地方躲了进去，经过打听才知道，原来有杀人狂闯了进来，有好几个人都被砍伤。在场除了我和闺蜜还有几个人，大家都互相不认识，只是恰巧被困在仓库里。没过一会儿，门外传来一阵清脆的脚步声，那声音似乎不紧不慢地在外面晃荡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直到脚步声慢慢地远去，我才长吁了一口气，大家紧绷的心情也稍微放松了下来。每个人纷纷拿出手机想要报警，可能是因为仓库的位置偏僻，或者是手机信号比较集中，电话一直打不出去。没多久，门口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快开门！门外一个女人疯狂地喊道，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门外又发出了2声惨叫。我们所有人汗毛都竖了起来，女人的叫喊声戛然而止。我缓缓地低下身子，想要透过门缝看看外面的情况，结果我看到的是一个女人一动不动躺在地上。我没忍住惊叫一声，浑身颤抖，对着大家说：他好像死了。我被眼前的一幕吓得语无伦次，房间里沉闷的气息让人感到压抑，门外已经许久没有声音了，我们也屏住呼吸，不敢发出任何声响。可不久后，门外突然又有人敲门。里面有人吗？外面现在安全了，你们出来吧。我们相互对视了一眼，不太确定外面是什么情况。一个大叔颤着声音问道：你是谁？我是超市的管理员，我知道超市的后门在哪里，我带你们先逃出去。听到这儿，众人如释重负，正准备上前开门。等等，确定要开门吗？如果他是凶手呢？我急忙低声阻拦，众人瞬间陷入了沉默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超市管理员？没过一会儿，门缝处被递进来一张工作卡，闺蜜急忙将卡捡起查看，这卡确实是超市员工的。不过闺蜜在接到工作卡的时候惊恐地捂住了嘴，急忙将我拉到一旁，在我耳边悄声道：这双鞋我在摔倒的时候看到过，所有人都在逃跑的时候，只有这双鞋的主人仿佛在散步一样悠闲，所以他肯定有问题。闺蜜狠狠地抓着我的手臂，有些颤抖。闺蜜不会骗我。听到闺蜜的说辞后，我对着门外喊道：工作卡并不能证明你的身份，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不报警等警察来呢？门外的人迟疑了片刻，手机摔坏了，打不了电话。仓库的第一排放的是马奇饮料，这是我早上刚搬进来的。如果我不是管理员，我怎么会知道这些啊？我得对顾客的生命安全负责，相信我，把门打开吧。听到这儿，一个中年大妈去确认了货架上的东西。货架上的东西是对的，我们先出去吧，这里太压抑了。转身，他和大叔想去把门打开，另一个戴着眼镜的小伙从角落里站出来。你们先别冲动，仓库里的东西在提货单上都可以查到的。如果门外的是凶手的话，那太危险了。我随声迎合。况且你们看，头上有监控，仓库里的东西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你想的太多了，我孙子还等我回去给他做饭呢。你们不出去，我得出去。出去是可以，但是现在我们又看不到他长什么样子，万一这个工作证是他从仓库管理员手里抢来的呢？大妈看我阻挠她出门，一脸鄙夷地看着我。那你这么说，难道警察来了也要你同意才能开门？现在有人救我们，就赶紧走吧。管理员，你帮我们看着点，我们马上出去。大叔侧耳等待着门外的回话，可门外迟迟没有动静。啊，他怎么不说话了？他不会走了吧？都怪你们，救人还挑三拣四的。现在好了吧？片刻的沉寂后，外面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。快开门！你们快出来！我刚才去了隔壁的监控室，你们之中有个人就是凶手的同伙。如果你被卷进门外有杀人狂的超市中，又发现和你躲在一起的人中有他的同伙，你会怎么办？快开门！你们快出来！我刚才去了隔壁的监控室，你们之中有个人就是凶手的同伙。门外超市管理员的话让众人陷入了混乱，我和闺蜜也警惕地环顾着其他人，大家都纷纷向后退去。门口的大妈害怕的直接想把门打开，好在戴眼镜小伙站在门前拦了下来。不要他说什么我们就相信，他的身份都还不确定。你倒是说说看，同伙长什么样子？门外的超市管理员思量了一会儿，因为监控像素并不清楚，只能看到他身上有血渍。门外刚说完，闺蜜震惊的声音就从我旁侧传来：你裤子上什么时候沾上血的？我还来不及解释，
一个躲在大叔身后的小姑娘露出了半张脸。怪不得一直不让我们开门，你就是那个同伙吧？环顾四周，就只有我的裤子上沾染了血渍。为什么这么巧合？我居然完全符合杀人犯的特征。我真的不是什么同伙，这些肯定是刚才人群混乱的时候蹭了上去。可众人看着我的眼神还是充满了怀疑，就连刚刚反对开门的小伙子也有些动摇。我们现在要先确认的是门外人的身份，不要他说什么都相信啊。然而大叔大妈反倒嘲讽我，一直做着一些没有根据的推断，也不让大家相信我说的话。一旁的闺蜜不停地帮我辩解，急得眼泪都流了下来。我们反对开门是因为门外的人的鞋子有问题。如果我闺蜜真的是杀人犯，我们应该同意开门才对啊。如果按照你这么说，想开门是杀人犯的同伙，那很多人都有嫌疑。一旁的女生又发声，门外的人不论怎么说，我们都要先确认屋内有没有凶手，我们要保证自身的安全。眼镜男也在一旁对我说，你的想法确实很好，这位姑娘说的也没错。我们现在产生的问题就是仓库里到底有没有杀手，如果有，杀手那个人又是谁？只有我们确认了这件事，才能知道门外的人到底可不可信，我们才能确定要不要开门。我连忙询问，你有办法吗？眼镜男站在门前沉思着没有回应，他提出的问题也在困扰着我，因为我肯定不是杀人犯的同伙，而门外的人这样指向性的说了我特征，在我看来他有着很大的嫌疑，那他这么做就是为了证明他是超市的管理员，让其他人相信他，从而把门打开。我明白了，他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开门，所以他一定是凶手。可为什么他非要进来不可？难道这个仓库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？我努力地向大家表达出我的想法，现场除了眼镜男和闺蜜，却没有任何人听进去我的话。你们没有证据，凭什么说我闺蜜是杀人犯的同伙？证据？我想起来了，我记得那个眼镜男进来的时候，手上好像拿了什么东西，衣服上也有着污渍，但是现在都不见了。众人的目光都转向了眼镜男，眼镜男连忙解释，我手里没拿什么东西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刚才就见他在角落里，是不是藏起来了？闺蜜见到有人有重大嫌疑，便连忙起哄，走去找找。女生拉着大家在仓库里寻找，我和闺蜜跟在他们的后面看着他们行动。忽然前面的大妈发出了一声惊呼，这里怎么有带血的衣服？大妈惊恐地指着藏在箱子堆中的那件衣服。我们听完后这才靠了过去，只见角落里被箱子掩盖了一件沾染了大片血渍的男士卫衣，而衣服中还裹着一把刀。眼镜男连忙否认，这些东西不是我的，我根本就没有杀过人。小女孩委屈地躲在大叔身后。原来门外的人真的是管理员，对不起姐姐，是我太害怕心急了，是我错怪姐姐了。这个男人好可怕，叔叔，怪不得从刚才开始他就各种阻挠。眼镜男听着话语不停地解释，但众人却是慢慢向他远去，看着大家的眼神，眼镜男怒吼道，说的不是我，就不是我！他要行凶了！一声惊叫从人群中传来，一下子加深了所有人的恐惧。年轻的女孩捂着眼睛向着门口跑去，大叔和大妈也急忙跟着逃走。难道门外的人真的就是超市管理员？真的是我想多了。我心里还是隐隐感到有些不对劲，但却根本阻拦不了大家想冲出去的决心。门被打开的那一瞬间，我们看到确实是一名超市的员工站在门前，他戴着口罩和帽子，低着头，根本看不清面容。我拉着闺蜜警惕地看着眼前的情况，直到那个瘦小的女生走到那名超市员工面前，超市员工抬眼看向了她。此时一直关注的我注意到了超市员工的那双眼睛，无比犀利，和工作证上完全不一样。你怎么乱跑？害得我费了这么多口舌才让他们把门打开。里面这群傻子被你耍得团团转。我惊恐地拉着闺蜜往后退去，眼看她从背后掏出了一把带血的刀刃。原来那名瘦弱的女生才是杀人犯最重要的东西。正当我们陷入绝望的时候，忽然传来了大量的脚步声，沉重而急促。警察，放下武器，趴在地上。末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，但好在我们有拆不完的快递。妈，快递已经到了，我这就去拿。小雪，你自己在外面过年，要照顾好自己。知道了，妈妈，放心吧。我的眼眶瞬间红了，又担心妈妈发现我的异样，就赶忙挂了电话。突然有个人撞在我肩膀上，疼得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过年不放假已经很悲催了，现在又莫名其妙被撞，我不悦地冲对方说：“你怎么回事？走路也不看着点。”那人缓缓地抬起头，脸色清白，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。他森森然的举动让我心生恐惧，默念一句神经病后，赶忙快步离开。快递驿站里很冷清，只有小刘和大黄在值班。
你春节也没回家？小刘惊讶地问。我无奈地耸了耸肩，说了取件码，抱着沉甸甸的快递刚走出驿站，就看见路对面一个男人姿势怪异地走着，头快递到胸前了，腿僵硬地向前迈步，胳膊无力地垂着。我一脸好奇，忍不住对派送车旁的大黄说：黄哥，你看对面那人怎么回事？大黄没吭声，一直低着头，以为他没有听到，我又重复了一句，大黄依旧没有任何反应。我有些尴尬，正准备直接离开，就在这时，我的肩一沉，一只手落在肩膀上，转身的刹那，大黄的脸无限放大，面如死灰，嘴唇铁青。我吓得惊声尖叫，连连后退，夺命似的想跑回驿站。千钧一发间，一个水桶从天降，扣在大黄的脑袋上，他嘴里发出奇怪的吼声。下一秒，我就被人拽进驿站，门被砸得哐哐作响。小刘死死抵住了门，赶紧帮忙！一声吼叫让我瞬间回过神来，和驿站里的其他几个人将货架挪过去堵在门口。做完这些，我灰头土脸地瘫倒在椅子上。就在这时，路上传来一阵惨叫，透过玻璃镜看去，似乎是之前那个走路怪异的男人扑倒了一位行人。这一幕让我的汗毛都立了起来，也让我想到丧尸。驿站里避难的人开始抱怨眼下的情况，大过年的遇到丧尸，真够倒霉的。一个衣着艳丽的小萝莉嘟着嘴巴抱怨，谁说不是呢？我就来取个快递，现在连家都回不去了。男人推了推眼镜，满脸愁云。我比你们更倒霉，我是来帮别人拿快递的，我招谁惹谁了我？一个20多岁的大男孩哭丧着脸。我赶紧打电话询问家里的情况，得知妈妈一切安好时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其他人也陆续联系了家人，互报了平安。外面依旧很嘈杂，不时传来的惨叫声代替了原本该出现的鞭炮和欢笑声，总有不明生物来撞门，每一下撞门声都让我心惊肉跳。不知会在这里躲多长时间，我不敢浪费手机电量，于是找个角落闭着眼睛休息。可是心里又乱又怕，没有一点困意，直到肚子咕咕乱叫，我才睁开眼睛。周围更暗了，看了一眼手机，已经下午6点了，这时间都要吃年夜饭了。想到往年团圆温馨的画面，不禁悲从中来，眼眶有些湿润。要不我们吃顿年夜饭吧，就算是死也做个饱死鬼。大男孩突然提议，大家纷纷点头，满脸期待地看向小刘。面对众人殷切的目光，小刘满脸尴尬。平日工作忙，我们都吃外卖，店里根本没有存粮。那我们也点外卖。小萝莉提议。这外卖员来了，怕是真的给丧尸送外卖了。那怎么办？总不能饿肚子吧？就算这一顿不吃，那以后呢？总不能天天饿着。大男孩说出了众人的担忧。要不然我们拆快递看看。末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，但好在我们有拆不完的快递。要不我们拆快递吧？听完我的建议，大家都愣住了，齐刷刷地看向我。我被看得浑身不自在，赶紧把头低下去，小声地解释：总不能就这么饿着吧？这个建议太棒了，宝贝，你就是个天才。小萝莉拍手叫好：姐姐，你是我的神！大男孩也附和着。眼镜男虽然没说话，眼里却流露出赞许的神情。不行，这是顾客的东西，我们不能私自拆开，否则是要理赔的，这关系到我们驿站的信誉。一直沉默的小刘坚定地说：命都要没了，谁还在乎信誉？小萝莉撇了撇嘴：就是啊，实在不行，等咱们出去后再和那些顾客解释。小刘依旧一脸为难。我们可以先报一下自己的快递，看看有没有能吃的。眼镜男一针见血：我的是化妆品，还有一箱辣条。我带去的是球鞋，我的是纸尿裤、隔尿垫，还有1桶奶粉。要不然咱们喝杯奶粉充充饥。哎，我的是我妈寄过来的年货。我的话音未落，4个人一下子把我围了起来，眼神里都是崇拜。啊，可惜丧尸追我时被我吊在外面了。我心虚的补充，切，不知道还在不在，要不然把门打开，把快递捡回来。小萝莉满眼期待。能行吗？我有些担忧地问。小刘迟疑了几秒，搓了搓手，站起身直奔门口。他刚靠近门口，砰的一声巨响从外面传来，接着是几声恐怖的嘶吼。小刘下意识地后退了好几步，其他人也都吓得够呛，戒备地噤了声，无人再敢提去外面拿快递的事情。看着外面聚集的丧尸越来越多，我的内心也低落到谷底。我们也都尝试地拨打过求救电话，可是一直都是忙音状态。网上也全是铺天盖地丧尸咬人的消息，谁也不知道我们会在这里待多久。房间里却安静的可怕，每个人的神情都很茫然。
我捂着渐渐发疼的胃，不停地祈祷这场灾难赶紧结束。一声响动从角落里传来，我吓得汗毛再次立了起来。原来是小刘起身时碰到了旁边的椅子，他咬了咬牙，抓起一把剪刀。你要干嘛？我有些担忧。拆快递，找些吃的。我们交换了一下眼神，默默跟在小刘身后。小刘挑了一个比较大的快递，看他的模样分量不轻。我瞟了一眼快递包装，收件人叫团子小姐，眼前瞬间勾勒出一个胖乎乎的宅女姑娘形象。我对这个快递充满了期待，紧张地盯着小刘接下来的动作。然而当小刘把一大袋狗粮从快递箱里拿出来时，我的脑袋嗡的一下，失望爬上了心头。先别丧气，再看看别的。我点了点头，拿起一个名叫诚意圈外老婆的快递，心里默念不要让我失望。我拿起剪刀，小心翼翼地划开胶带，里面还有一个包装袋，看起来鼓鼓的。你猜是什么？小萝莉突然凑过来问。我摇摇头，肯定是玩偶一类的，能叫这个名字的人都有一颗少女心。果然，包装袋里是一只玩具兔子，可爱又粉嫩。小萝莉惊呼着要和它自拍发朋友圈，手机举起的刹那又放了下去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谁还有心思看朋友圈？这兔子好看是好看，就是不顶饿。唉，要是熏兔就好了。我想吃我妈做的红烧兔头了，她每年过年都做。我小声地嘀咕了一句，眼眶不自觉地红了。哎，快看，这是什么？我忧伤的情绪被大男孩的话打断，赶紧凑了过去。他拆出的是5根哈尔滨红肠、五谷凤爪和麻辣豆干，妥妥的下酒菜。你这手气真不赖，幸运男孩啊！你再挑一个拆开。大男孩被夸得两眼放光，又喜滋滋地选了一个快递，自信地拆开。哇，是一盒速溶咖啡和纸杯。牛啊！饮料也有了，你再拆个主食出来，最好是饺子。小萝莉一脸崇拜，大男孩自信心爆棚，吹着口哨从一众快递盒中选中一个，然后在万众瞩目下拆开了快递。当他将一包女性黑丝举起来时，脸涨成了猪肝色，尴尬的神情惹人发笑。饺子，是饺子！眼镜男的声音突然传来，那语气比中了大奖还高兴。眼镜男拆出了4袋饺子，2袋猪肉大葱，2袋香菜鸡蛋。香菜馅儿的，都没听过。小萝莉在一旁迎合着。有锅吗？我问小刘。有。我的笑容加大。不过煤气用完了，还没来得及换新的。No， 还有比这个还悲催的吗？小萝莉忍不住哀嚎，我的表情也垮了下来，心沉入了谷底，不自觉地叹了一口气。不过这有电磁炉，老弟，咱说话能别大喘气吗？就连沉默寡言的眼镜男都忍不住吐槽。小刘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。紧接着我又翻出一个已经快被压扁的快递箱，原本对它没有丝毫期待，可当我看到里面是几包螺蛳粉时，恨不得开心的手舞足蹈，因为这是我的心头爱。还有这些。我们把刚才拆出来能吃的东西都摆在了桌上，大家脸上写满了喜悦，看着五花八门的东西，听着外面丧尸的咆哮。终于在0点钟声敲响前，我们在大小不一的快递里凑了一桌年夜饭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末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。在大小不一的快递里，我们终于凑了一桌年夜饭。晚上睡觉前，我又开始尝试着寻求救援，可依然还是没有任何动静。但最让我担心的是，妈妈那边也没有了消息。这怎么睡啊？小萝莉在一旁不满地抱怨，因为驿站条件有限，只有2楼的卧室是工作人员平常休息的地方，除了卫生间和简易的厨房外，只有一个破旧的3人沙发。而更糟糕的是，驿站经常会接收一些保鲜产品，所以屋内也根本没有暖气。哎，这里有几床被子？眼镜男问小刘。2床，1床厚的，1床薄的。刚才我拆出来一个羽绒服，应该能用上。我将羽绒服拿出来抖了抖。这样吧，楼上的床给2位女孩睡，再给她们1床厚被子，咱们几个轮流守夜，剩下的……小刘话音未落。不行，我不喜欢和别人一起，我想自己睡，给我1床被子吧，我还特别怕冷。小萝莉低下头，弱弱地说道，但话中丝毫没有客气。大男孩耸了耸肩，表示无所谓，一切听从安排。小刘却有些犹豫，因为楼下的温度会比楼上更低。原本他们3个1床被子，有人守夜，另外2个人稍微凑合一下也是可以。可他实在不擅长对付女孩子。他看了我一眼，犹豫道：“那薄被子就给……不行。”眼看着小刘说出被子都给女生，眼镜男猛地抬起头，坚决地发表意见。4个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对准他。下一秒，眼镜男的眼眶竟然红了，他把眼镜摘下来，用力地擦拭了2下眼角，又颤抖着双手把眼镜戴上。你们2个女生一起就凑合用1条被子吧，我老婆快生了，
我不能生病，我还得去找他。眼镜男哽咽地说着。那你们自己想办法吧。我的余光瞥见小萝莉不停地撇嘴，驿站顿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，谁也不愿意妥协。我抠了抠手指，不着痕迹地叹了一口气。我有羽绒服就够了，被子给你。谢谢，你人真好。被发好人卡得我默默耸了耸肩，抱起了羽绒服往楼上走去。旁边的小萝莉依旧在哼哼唧唧，呼呼的风声伴随着丧尸的吼叫，在寂静的夜晚格外明显。尽管我很疲惫，可始终都没有睡着，耳旁边听着小萝莉轻微的鼾声。突然，砰的一声响动从窗口传来，我睁开眼睛，顺着声源望去，模模糊糊间，一个黑漆漆的人影在攒动，难道是丧尸？瞬间，我的呼吸急促，冷汗不停地往外冒，我紧抿嘴唇，不敢发出一丝声音。丧尸会不会攻击我？我该怎么办？就在我不知所措时，那个身影竟然消失了。难道是我的幻觉？我闭上眼睛再睁开，努力看过去，窗前依旧空荡荡的。我无奈地苦笑了一下，自己竟被吓得神经兮兮。第二天，我被一阵咳嗽声吵醒，茫然地睁开眼睛，看着陌生的环境，脑袋有些短路。直到小萝莉的抱怨声，才把我拉回现实。大冷的天不关窗户，是不是有病？把我都冻感冒了，谁这么缺德？窗户果然开了一道缝，冷气嗖嗖往里灌，怪不得越睡越冷。小萝莉连打了2个喷嚏，紧接着是一阵咳嗽。不会是你故意把窗户打开的吧？我睡床又有厚被子盖，你心里嫉妒。小萝莉眼神不善地盯着我，越说越觉得自己分析得很有道理。我没你那么无聊，内心也不黑暗。她莫名的针对让我也没了好语气，我径直忽视她朝楼下走去。楼下的男士已经起床，大男孩低头打游戏，眼镜男在拆快递，小刘正用电磁炉默默煮水饺。小萝莉一下楼就噼里啪啦地说着自己挨冻的经历，还不忘用恶狠狠的目光叨我。这风也太大了，竟然能把窗子吹开。窗子上了锁的，风不可能吹开。小刘坚定地说。你确定窗户上锁了？我无视了小萝莉的阴阳怪气，紧紧盯着小刘。在得到确认后，脑海里闪过昨晚上看到的那个黑影，那不是我的幻觉，那他到底是谁？我的心渐渐沉了下去，抬头小心翼翼地扫了一眼其他人，细思极恐下鸡皮疙瘩爬满了全身。一阵毫无章法的敲门声突兀地响起，我下意识地向后退了2步，惊恐地看着门口。小萝莉刚想尖叫，却被小刘抢先一步捂住了嘴巴，小声地警告她不许出声。敲门声更加激烈，压得我快要喘不过气来。就在这时，门口突然传来了说话声：“有人在吗？”是谁？末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，但好在我们有拆不完的快递。有人在吗？开个门吧！一个颤巍巍的声音从门外传来。小刘表情凝重地抓起一个平底锅，一点点地靠近门口，透过旁边的玻璃窗悄悄看过去。一个头发凌乱、满脸疲惫的中年女人站在门外，手上还提着一个黑色购物袋。你是谁？小刘深呼一口气，试探着问。女人看到小刘，脸上一喜。哎，你是小刘吧？我是大黄老婆，我在大黄手机里看过你的照片。嫂子？小刘有些疑惑。哎，是我。大黄过年都没回家，给他打电话也不接，我不放心他，就过来看看。我脑海里瞬间浮现出大黄被感染后的恐怖画面，心里有一丝难过。小刘也很动容，刚想靠近门口，就被人猛地拉住。你疯了吗？凭他的3言2语就开门，他万一被感染了怎么办？眼镜男一脸不悦，小刘一愣，而后自言自语，他看着不像。外面都是丧尸，他一个人怎么走到这里的？小萝莉撇了撇嘴，大男孩也配合着点了点头。我也不赞同小刘盲目开门的举动，毕竟现在情况特殊。女人依旧在门口不停地解释，眼镜男快步上前，直接抵在了门前。他冷静地分析：我在网上也看到过相关的新闻，丧尸会不停地进化，甚至在人类面前隐藏自己。你怎么确定他有没有被感染？就是，你可别把我给坑了，我还没活够呢。小萝莉连打了3个喷嚏，吸了吸鼻子。面对众人的反对，小刘冷静了下来。他扭过头，不再看门外的女人。女人的拍门声越来越重，周围隐约响起了丧尸低沉的吼叫声。赶紧想办法让他走，不然丧尸都会围过来了。小萝莉细声尖叫地喊着。被她这么一喊，我们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。我着急地对门外喊：你快走吧，大黄已经变成丧尸了，我们也不知道在哪里。听到我的话，女人瞬间面色灰白，绝望地立在了原地，眼泪从眼眶里滚了出来。她哀伤的情绪让人动容，我的心也有些泛酸。丧尸会流眼泪吗？
我喃喃道：“先放他进来吧。”那也不能开门！小萝莉尖叫着阻止。小刘满脸不悦，冷眼看着小萝莉。驿站的物资有限，多一个人就代表着多一份消耗。一声刺耳的尖叫打破这份沉默，大家不约而同地向窗外望去。女人惊恐地拍着玻璃门，眼泪疯狂往下飙。她声嘶力竭地喊着：“小刘，救救我！求求你了，把门打开！求求你了！”她身后的拐角处，不知何时出现了2只面目狰狞的丧尸。我紧张的嗓子发干，着实为女人捏了一把汗。求求你们了，把门打开吧！我也有食物的。对了，我这里还有一些急救药品。女人的声音依旧在门外回荡。眼镜男看了一眼众人，他这样砸门会吸引更多的丧尸进来的，必须得想个办法。是啊，不然大家都会完蛋的。大男孩无所谓地摊了摊手心。那不行的话，先把他放进来，我们几个可以先控制住他。小萝莉在听到女人的话后也没有吭声。许是谁都不愿看着眼前好好的人直接变成丧尸，眼前确实并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。片刻后，小刘顺势冲向门口，和我、大男孩3人合力推开货架。就在小刘准备打开门时，女人的惨叫声再次响起。眼看一个丧尸已经来到他的跟前，千钧一发间，小刘使出吃奶的力气将平底锅开在丧尸的脑袋上。我趁机将女人拉进驿站，安置在可控的角落。等货架彻底挡在门口时，大家都筋疲力竭地喘着粗气，我的手心也冷汗淋漓。外面丧尸的吼叫依旧让人毛骨悚然。那他该怎么办？小萝莉悠悠的声音从一侧传了过来。女人依旧惊魂未定地站在角落不停地抽泣。我叹了口气，我们先收拾个地方，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，先让你自己在屋里待着。女人小声啜泣着，嘴里一直念叨着谢谢。众人把杂物间先收拾了出来，让女人先住了进去，顺便给她递了一些食物。时间过去了2天，女人一直待在屋子里，并没有出现异样。但直到今天早上，快来帮忙！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，但好在我们有拆不完的快递。楼下的声音越来越大，我急匆匆地下了楼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众人的表情十分严肃，杂物间里砰砰砰的响动代替了回答，门也被砸得摇摇欲坠。他怎么了？我紧张地问。门后的女人突然发出一阵低沉的嘶吼，突然，一只手从门中央砸出一个洞口伸了出来。陡然间，我看到她手腕上黑色的伤口，整个人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她被丧尸咬了。我不可思议地望向小刘，他看出我的疑惑，艰难地点了点头。不会吧？我几乎崩溃地否认，女人这几天的隔离并没有异常啊，她到底是什么时候感染的？一想到之前收到的消息中有讲丧尸会隐藏在人类当中，我顿时感觉毛骨悚然。难道和我朝夕相处的这些人中，一直隐藏着一个丧尸？我抬头小心翼翼地瞄着众人，脑子里乱极了。女人越发的暴躁，开始破坏砸出来的那个洞。众人卖力地开始加固房门，我依旧警惕地观察着他们，但心里也泛起了嘀咕：难道是我想错了吗？等等，这个屋子里还有一个人被我忽视了。是他。我忽然想起小萝莉到现在为止都没下楼，她不可能没有听到动静。就在这时，我的身后传来了哒哒哒的脚步声，猛地转过身去，小萝莉一脸不悦地从楼上走下来。一早上乒乒乓乓的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我可是个病号。小萝莉盛气凌人地抱怨。那女人被感染了。我快速说完这句话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。什么？小萝莉似乎没听清，不耐烦地问。她变成丧尸了。我指了指杂物间的方向，小萝莉脸上的血色迅速褪去，嘴唇微微颤抖。我早就说不要让这个女人进来，是你们不听劝。你们要死可以，千万不要拉我垫背啊！没过一会儿，3个男人已经将门加固完毕，个个汗流浃背。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小萝莉眼神忽闪。我怀疑我们当中有隐藏的丧尸，而且昨天半夜我有看到一个人影靠近杂物间。眼镜男吐出一句话，让众人纷纷都盯向了他。你的意思是有人故意这么做的？那不然说下昨晚上大家都在干嘛好了。我昨晚上一直在床上打游戏，期间去了几次厕所。大男孩说完指了指他用纸盒搭建的简易床。你没靠近过杂物间？小萝莉狐疑地打量着他。没有，你说谎。昨天半夜我看到那个人影之后，四处打量，只有你不在床上。眼镜男笃定地说。大男孩一愣，随即挠了挠脑袋。那也算吗？我就是找充电器路过而已。你的充电器怎么会在杂物间附近？除非你之前去过。小萝莉咄咄逼人。我还听到了你和女人的对话，你问她想离开吗？眼镜男又补了一句。瞬间，众人看大男孩的眼神变了，戒备又带着一丝恐惧。我真的比窦娥还冤。
昨晚我充电器不见了，就四处找充电器，没想到竟然出现在了杂货间的门口。我还纳闷呢，那女人问我什么时候放她出去，她家里还有3岁大的孩子，我就随口问了一句。大男孩脸涨成了猪肝色。要我说，你的嫌疑更大。我看到昨天白天你和女人称姐道妹了呢，那女人还给了你一包东西，没准你就是那时候把她给咬的呢。大男孩话锋一转，矛头直指小萝莉。胡说八道！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！小萝莉一下子激动起来，叉着腰恶狠狠地警告大男孩：“你先解释解释，在门口和女人都干了什么？”大男孩不甘示弱，面对众人警告的目光，小萝莉认命地低下了头，说出了真相。女人看到小萝莉不停咳嗽打喷嚏，告诉她说自己那里有感冒药。小萝莉为了和对方套近乎，就喊了她几声姐姐，然后她就把感冒药给了小萝莉。我真的没问题，我发誓。你们要是不相信，可以让他给我对质。小萝莉委屈地指了指女人的方向。杂货间里，女人用身体重重地砸在门上。你说的轻巧，他现在这样，你觉得还有可能和你对峙吗？我抬了抬下巴，用眼神点了点女人。大家看向小萝莉的眼神更冷了。你有什么权利说我？这群人里你的嫌疑最大，因为每天是你给他送饭，和他接触最多，随时都有机会下手。你这么热情地让他进来，该不会想给自己多备一份食物吧？小萝莉嗤笑，几道利剑般的目光又齐刷刷射向我。我还来不及解释，一个重物向我袭来，我的眼前一黑。末日下，一个小小的快递驿站成为了我们的避难点，但好在我们有拆不完的快递。我头顶吃痛，眼前一黑栽了下去，好在有人接住了我。迷迷糊糊间，听到小刘呵斥：“你干嘛？为什么要动手？”这不能怪我，谁让当初他开窗把我冻感冒了？再说了，他极有可能是丧尸，我这叫防患于未然。小萝莉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原来是他袭击的我。”我在心里愤恨地问候了他。每个人都有嫌疑，你却偏偏攻击他，你这不地道。神经有些大条的大男孩都看不下去了，替我争辩。切！痛感终于过去，我缓缓地睁开眼睛，盯着小萝莉，咬牙切齿地问：“你凭什么怀疑我？别忘了当初是谁让我去送的饭。”女人被关后，她的1日3餐需要有人送到门口。小刘主动说他负责送饭，小萝莉和眼镜男都提出了反对，理由是他和女人算是熟人，小刘极有可能心软把女人放出来。大男孩说他可以去，也被小萝莉给否了。他担心女人是进化的丧尸，大男孩很单纯，极有可能被骗。小萝莉打量了众人一番，最终把送饭的事情交给我，美其名曰我胆大心细有担当。虽然知道是小萝莉故意针对我，小刘感激的目光却让我违心的点了点头。小萝莉被我问得哑口无言，连翻了几个白眼。她的1日3餐的确由我负责，不过每次送饭都是在大家吃饭前，我是在众目睽睽下走去杂货间的，每次逗留的时间都不超过2分钟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继续反驳道：“反而你莫名其妙的打我，不就是让我替你背黑锅吗？”我没有！小萝莉尖叫：“你的确有贼喊捉贼的嫌疑。”眼镜男推了推镜框，冷眼看着他：“戴个眼镜真把自己当柯南了？”小萝莉冷哼一声：“你说我有嫌疑就有嫌疑了？你算老几？我还觉得你长了一张丧尸脸呢。”小萝莉就像疯了一般，逮着谁对谁，叫嚣着让眼镜男坦白他这几天的行动轨迹。眼镜男皮笑肉不笑地弯了弯嘴角，说出了一个好字：“我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拆快递和打电话，现在你们的食物和水也都是我拆出来的。”眼镜男说完这些，平静地扫了大家一眼。小萝莉抠了抠手指，尽管脸上写着一丝不屑，也没有开口反驳。我和小刘没吭声，等待着他的下文。眼镜男停了几秒，继续开枪：“每天都希望可以联系救援队，因为我老婆快生了，她一直联系不上。我比谁都渴望这场灾难快点结束。”眼镜男的声音中带着一些哽咽：“大哥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”大男孩被狠狠地共情。我不动声色地观察眼镜男，他的表情天衣无缝，看不出一丝破绽。他也不是丧尸。接下来还剩下小刘，众人的目光纷纷投向了他。“不是我，不是我！”小刘连连摆手，他擦了擦额头上的薄汗，深吸了一口气：“我承认，之前偷偷去看过嫂子，我是动过想放她出来的念头。毕竟她是大黄的老婆，我和大黄一起工作了5、6年，平日里他把我当亲弟弟一般看待。现在大黄出事了，我要是对嫂子再袖手旁观，也太不是人了。”小刘说着有些难过，眼泪险些掉下来，他赶紧用手背蹭了蹭。根据小刘描述，他一共看望过女人2次，给她拿了点水果和饮料，安慰女人一切都会过去的，让她别灰心，看她光明正大的就好了，为啥要偷偷摸摸？你就是做贼心虚。小萝莉又来了精神，
开始攻击小刘。小刘不满地看了一眼小萝莉，现在物资紧缺，我就是怕别有用心的人拿这个大做文章。哼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小萝莉阴阳怪气，我发誓，真的不是我。如果我是丧尸，我会对嫂子下手吗？听到这，所有人都噤了声，只剩下小刘不停地喘着粗气。一场争论后，大家不欢而散。关于谁是丧尸的问题依旧没有一点头绪，每个人都紧张兮兮，敌视地看着彼此。夜再次降临，我躺在沙发上辗转难眠，这份恐惧比刚经历丧尸时更可怕。模糊间，那个黑影又出现了，我正打算喊人，他身子一闪，再次消失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猛地从沙发上坐起来，小萝莉背对着我睡得很熟，丝毫没察觉到异样。我蹑手蹑脚地下了沙发，小心地站在楼梯上，弯腰向1楼张望。3个男士都在各自的位置睡着，大男孩甚至还在打呼噜。我的心里乱极了，抖着双腿回到沙发上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的脸上一阵阵发凉，竟然有液体滴在皮肤上。我的心里一惊，猛地睁开眼睛，一张清白的脸出现在头顶，两眼无神地盯着我。冰冷的液体滴到了我的脸上，我猛地睁开眼睛，一张清白的脸赫然出现在我眼前。你干嘛？望着小萝莉清白的脸色，我惊声问，但她依旧直勾勾地盯着我，低声呜咽着。我意识到不对，警觉地从沙发上迅速爬起来，手忙脚乱地和她拉开距离。她变成丧尸了。下一秒，小萝莉就像疯了一样向我扑来，快来人，救命！我一个闪身躲过了她，声嘶力竭地冲楼下喊，快来人！小萝莉变成丧尸了！就在我下楼梯时，小萝莉顺势扑在我的身上，我吓得惊声尖叫，绝望地闭上眼睛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小刘和大男孩及时出现，直接控制住了小萝莉。小刘关切地看着我，我想告诉他自己没事儿，可一开口，眼泪再次流了出来。别哭了，有我在，没意外。大男孩故作轻松地冲我挑了挑眉，小萝莉猛地用力，差点挣开束缚。我的天，他的力气怎么这么大？大男孩惊讶不已，小刘的表情也很难看。2个男人被他带得东倒西歪，眼看着距离窗户越来越近，我灵机一动，急忙将窗户打开。小刘和大男孩看到我的举动，瞬间明白了我的意图。不知道他疼不疼？大男孩的这句话让我哭笑不得，我扯了扯嘴角，眉头却又皱了起来，左手一阵发痛，手心不知何时多了一道口子。你被他咬了？小刘抓着我的手腕，压抑地问。不是吧，又来一个！大男孩一下子跳起来，和我拉开距离。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坚决地说：“不是被咬的。”真的？应该是我刚才在窗台划伤的。我看着伤口的形状，大胆地推测。大男孩猜疑地看了我一眼，拔腿靠近窗边，在看到窗台玻璃碴子上的血迹后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但随后他又疑惑地皱着眉：“奇怪，这玻璃明明是好着的，这玻璃渣子是哪里来的？这可不是普通的玻璃渣子。”小刘又看了一眼窗户，那他真的是潜伏的丧尸吗？我还来不及说些什么，身后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眼镜男跑了上来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他跑得很匆忙。小萝莉变成丧尸了。我说到这里停了一下，不着痕迹地看着他，眼镜男的眼里闪过一丝金光。我早就怀疑他了，藏得还挺深。开始我就觉得他不像好人。眼镜男咬牙切齿地说。但当我看到了他镜片上的裂痕后，不由得心头一颤。你刚才为什么没有上来？你的眼镜怎么了？我看着他的眼睛问。眼镜男瞟了我一眼，迅速解释说：“我在上厕所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”你是在等着我们都被咬吧？我没听懂你在说什么。我如果没猜错，你就是我们之中隐藏的丧尸。大黄老婆和小萝莉都是被你咬的。胡说！那为什么你的镜片会出现在窗台上？之前在窗台上看到的黑影也都是你吧？这都是你的猜测，你把证据拿出来呀！眼镜男冷笑：“想要证据是吧？给你。”我猛地把手伸过去，突然想到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丧尸遇新鲜血液会发疯的新闻。刚小刘和大男孩在看到的时候毫无反应，那就只剩鲜红的血液又一次从我的手心里流出来。眼镜男看到血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定格，然后强行把头扭向一旁。你怎么了？不敢看？我再次把手伸到他的眼前，眼镜男却一下子闭上眼睛，艰难地说：“我晕血。”他的嘴唇肉眼可见的变得苍白无比。突然他猛地睁开眼睛，眼睛里写满了戾气。果然是他。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，眼镜男突然以极快的速度朝我扑来，幸亏小刘手疾眼快地挡在了我的面前，拼尽全力将挣扎的眼镜男推出了窗外。刘哥，你的胳膊！惊魂未定的大男孩突然吼了出来，顺眼望去，小刘的胳膊上有一道很深的牙印，慢慢渗出了黑色的血迹。
我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，着急的不知所措。刘哥，你肯定会没事的。大男孩也红了眼眶，微微颤抖着。你们别怕，变异应该还有一会儿吧。小刘故作轻松道，顺势将自己的身子靠近了窗户。很抱歉，没有照顾好你们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们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着粗气，短短几分钟时间就经历了生死离别。我不是圣母，可这么久的朝夕相处，我早已把她当做了亲人。她不光收留了我们，还一直都为我们无私奉献着，而我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她离开，内心痛苦不已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和大男孩继续生活在驿站里。昔日热闹的驿站变得格外冷清。一日，我们正在拆快递，门口传来了一阵敲门声。我和大男孩戒备地看着彼此，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。我们是救援队的，屋里有人吗？你们已经安全了。这句话在我的梦里出现了无数次。我们踉跄地跑到门口，玻璃窗外站着穿着救援服的人员。当我再次走到了驿站门口，大男孩在门口往车上搬着快递。姐，你来了。哦，之前还没拆开的快递我现在送去，但拆开的那些快递你还要再核对一遍，看看能不能联系上主人。没问题，刘哥交代的事情必须圆满完成。说完这句话，我们都愣住了。几秒后，大男孩惊喜喊了一句：姐，你看，路边的树都发芽了。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淡淡的绿色映入眼帘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满眼都是眼前的景象，好喜欢这温暖的感觉，仿佛一切都充满了希望。